我看起来是刚炸哦，很烫哎，我觉得我一口吃下去会休息，所以休息的概念。嗯，这家是好吃的，我喜欢加肉酱，好吃好吃。终于吃到。Good day， 我是 ET。上一集我们陶醉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的美，这集我们前进比利时其他的都市。记得按下订阅，我会持续更新比利时的内容。好，我们今天是布鲁日的行程。那我们今天要去布鲁日哪些地方呢？布鲁日就是跟根特，其实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说，有些人觉得布鲁日比较漂亮，有些人觉得根特比较漂亮。那很常拿这两个城市做比较。那我今天就是想要去看看布鲁日是不是也很漂亮。那我们今天会去布鲁日钟楼，然后去玫瑰码头。我预计在玫瑰码头会买票乘船这样。然后还有我有 booking 了一个半月酒厂的门票，就是去看一下一个酒厂参观，然后让他们介绍这样。就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北站，然后坐车直接直达布鲁日。又来了，我要讲话就讲话，他很喜欢讲话呢。傻眼，我已经录第3次了。你可以从 Google 上去查，如果你错过这班，后面还有哪些班次这样 ，OK， 还有经历几站，所以其实是用 Google 去查你要怎么去，或者是你要用它的 APP 也可以。只是它 APP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它 APP 要查站到站点，等于说你要很清楚你要去那个地方的站点叫什么名字，因为有些城镇它的站点是不止一个的。这边有看板，就是我们要坐那班火车，它上面会有往哪个方向去哪里，好有没有？I'm running in circles around you, and I know I've been acting strange for a while. 我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所以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刚刚那个月台实在是太高危了。那个月台会讲3种语言，那整个比利时，因为它的历史上的关系，所以它其实这边会同时有存在3个语言，跟台湾捷运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台湾捷运不是会讲中文，然后台语、客语，然后英文，对不对？它也是会讲3个，法语、荷兰语，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第3个是什么，英文吗？可能是。然后，所以我一直被打断。那现在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比利时的交通。比利时的交通大概分成4大类，一个是火车，然后再来地铁，然后再来巴士、公车类，然后再来就是脚踏车、滑板车类4种。OK， 那其实你移动城市之间，你会搭火车，那你火车你要从哪一个 APP 查？就是会用一个叫做 SNCB 的 APP 查。那在台湾你可以下载到的 SNCB， 我觉得是比较简易版的，就是说你没办法从上面购票。那如果你转到比利时这个区域的话，你可以买到他们国民买的那个版本，它是可以直接在 APP 上购票的。那我这次下载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在台湾下载到的版本。那你要怎么购票？就是你要上它的 SNCB 它的国铁的网站上购买，然后寄 email 到你的 email。那火车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我发现它的火车是，那它的北站这边是没有任何闸门，然后也没有验票员，目前我没有遇到。所以就是买了火车你就走对月台，然后上火车这样。那问题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验票，等于说其实你不买票，或许被抓到的几率也不大。不过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啦，因为他如果抓到的话有一笔罚金，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在国外不需要就是找自己麻烦，就乖乖当个形象好的亚洲人这样。OK， 好，这是火车的部分。好，到达布鲁日啦。
然后哇，这后面这个布鲁日公头有点高啊，好像会被我卡掉。布鲁日钟楼，然后我想要上去这布鲁日钟楼看一下，带大家进去，走。Hours from Japan, would you stay awake? I'm losing touch of who I am when you're far away. And I feel like I'm running in circles around you. And I know I've been acting strange for a while.这边的钟每2年会换一次音乐，然后是由安乐惠普的2个钟师所制作的。But I want you close, ooh, closer than before, and no one knows, ooh, that I want you close. I'm not overthinking feelings, I just need you. 好，今天中午一样是简单吃的一个薯条，那家，然后我稍微拍了一下店名给大家看，来试试看好不好吃。看看哦，好不好吃？它上面有肉酱，我看起来是刚炸哦，很烫哎，我觉得我一口吃下去会休息，所以休息的概念。哦，这家是好吃的，我喜欢加肉酱，好吃好吃，终于吃了。好，这就是玫瑰码头。那其实在这边有很多个码头，我看价钱都差不多，就搭一次船12欧。我就觉得这边拍照其实蛮漂亮的啊，然后可以坐在这边喝杯咖啡或喝点小酒，然后配点东西吃，休息一下，这样。But I want you close, ooh, closer than before, and no one knows, ooh, that I want you close. I'm not overthinking feelings, I just need you to know. 好，今天布鲁日的最后一站就是半月啤酒的参观，然后大家就是这边可以先买票，你可以先买票，然后再来这边，然后你参观之后他会附上2杯啤酒，附1杯啦，附1杯。然后因为我们有几个人，所以就是选了不一样的啤酒要来喝喝看，这样。那其实我大概听他的介绍，跟其他啤酒厂应该是差不多啦，就是讲说怎么制作啊这样，然后跟他这个酒厂的 history 这样，可以啦，先喝看这杯。哦，好喝哎，哦这就好喝了，这杯好喝。哦，我比较喜欢这杯。 That I want you close, ooh, closer than before. I know that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now we're hiding in the crowd. I'll be whatever. 在比利时的布日晚餐呢，我又再吃了蛋挞，因为其实我现在觉得在比利时让我觉得最好吃的大概就蛋菜了。 然后还有薯条，蛋菜好像我们都会配薯条。然后这次点了一个意大利面。然后在比利时这边，我觉得吃意大利面有一种感觉，其实在荷兰也是，它意大利面偏烂，可是在我印象中的意大利面应该是偏硬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来荷兰或比利时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吃意大利面？那你们意大利面，你们也觉得它偏烂吗？哎，在布鲁日吃的晚餐，大概是我这几天欧洲吃到算 非常不错的，不过这间餐厅是我随便挑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哎，我很难得真的推荐餐厅给大家。这间 Delish，OK， 好，走吧，回布鲁塞尔啦。
然后再来是它的地铁、公车。怎么坐地铁？就是你一开始到比利时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买一张类似悠游卡票，它叫 Mobi 卡 ，OK， 长这样。那卡片的造型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它上面又很明显写一个 Mobi， 有看到吗？好，那比利时这边，它在搭乘公车或者地铁计费的方式，不是你多远，然后多少钱这样，它是不管你多远，它就是算一次，它算次数。所以你在买票储值这张卡的时候，你可以出几次，这样，还有一次一次的出，就是每出一次出一次出一次这样，或是你一次出10次，就一次买，有点像是我买票券10组票券这样，然后每次上去就拿这个卡去逼红色的机台，你会看到红色机台去刷它。OK， 那你进地铁的时候，它是会有闸门的。OK， 那你进地铁是刷闸门，然后进公车的话就是刷公车上面的红色的那个机台。那进地铁，因为你要过闸门，是进刷一次，出刷一次。OK， 那如果你是进巴士的话，你就是上巴士的时候上巴士刷一次，下去的时候是不用刷的。OK， 这很重要，因为我其实花了一段时间搞懂。那我等一下会放一些影片示范给大家看，怎么刷我所谓的地铁跟公车的红色的那个机台是哪一台这样。好，那它有趣的是，我们悠游卡不是大家都会一人拿一张吗？但它这个卡是可以多人共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3个人来旅游 ，OK， 你就买一张卡，然后里面出10张，对不对？那我今天要上公车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机台刷3次，刷1次，刷2次，刷3次，这样就是3个人的意思。所以你的10张票券会剩下7张。那它更有趣的是，它刷完之后，你在60分钟内。比如说我坐地铁坐一段之后，我再转了2站巴士，只要在60分钟内，它都算那一次，对，所以你就只会被扣那3。可如果你的转乘是超过1小时，就是超过60分钟的，那你就会需要再刷第2次。OK， 好，其实你每次不管转乘怎么样，你都是要刷的，只是它会自动计算你如果在60分钟内，它就不会再扣你票。这大概是整个比利时2大交通，就是前3大交通的方法。好，在各车站都有储值的机台，使用英文界面，选择 City Pass 之后，再选择你要几张票。那记得把卡片放上，一次买10张票是比较便宜的。如果你搭乘只有6次以内，包含6次，买单次的会比较划算哦。确认你的选项是不是对的，最后确认对的，你就可以按下 Pay。那它有信用卡的付费，还有现金的付费。付完费之后，卡片同时会开始储值，这时候他会问你要不要列印你的收据。好啦，以上就是 Mobi 卡的储值教学，你得仔细盘算你要怎么样购买才会是最划算的，因为每个人使用的次数不一样，你甚至可以直接买1天搭到饱的行程，在最前面的选项就会有。那你来到比利时，你还会看到一个很特殊的风景，就是说他们这有很多的共用滑板车跟共用脚踏车。那怎么做？它其实有很多品牌的滑板车、脚踏车。你看那个脚踏车上面会有品牌，那你从 Google Map 上，也可以点到就是大众交通，
后点到走路，然后甚至点到滑板车或者脚踏车的地方，那就可以往右往左滑，可以滑到它其他的品牌。那个东西，脚踏车或是滑板车上面它其实是会有 QR code 的，那你要下载那一家品牌的 APP， 然后绑定你的信用卡，刷那 QR code， 它就会好像以分计费吧。然后我有试了玩一段滑板车，那我会把我们来看看我们滑板车的样子。那滑板车的话，它比较麻烦的是，你是需要无时无刻有网路的，因为它要还车的时候要网路，然后借车的时候也要网路这样。OK， 那大家可以试着玩，但我觉得滑板车其实我的心得是，我觉得滑板车是相对贵的啦。那或许有几排的滑板车，就是有几家的滑板车，它是会让你试用，就是说前1次2次可能不用钱，就大家再自己做功课一下。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风景这样。那整个比利时的交通大致上就是这种方式在打。OK，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疑惑，可以在下面提问题，然后我会就我所知的回答大家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布鲁日的行程，就期待等一下我们布鲁日。我好喜欢欧洲这种有街头艺人在街头唱歌或是演奏乐器的日常。你呢？你喜欢吗？这集比利时到这边，我们下次见 ，See you， 拜拜。哟，感谢收看这部影片，你喜欢吗？想看更多这样的影片，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下那可爱的小铃铛。Whoa, thank you for watching. Did you like watching this video?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like it,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Don't forget to hit the cute little bell icon. See you next time.